拍攝過風靡全亞洲純愛經典電影《情書》，80年代經典日劇《偶像媽咪》，拍檔木村拓哉嘅《沉睡的森林》，以及拍檔金城武嘅《2000年之戀》，令港人留低唔少青春回憶嘅中山美穗，喺2024年12月6日入獄時發生不幸意外逝世嘅消息，震驚全日本。大家好，我係九叔。今集日本熱話想回顧呢一位日本歌影視三棲嘅一代天后演藝生涯嘅輝煌軌跡。中山美穗喺1970年3月1日出生，童年時期喺長野群馬縣度生活。3歲時父母離異，媽媽帶住中山美穗同妹妹中山忍由長野縣一個小町搬到東京生活。媽媽因為工作嘅關係，中山同妹妹寄宿過無數親友嘅屋企，童年時可以話過住寄人籬下嘅生活。據中山憶述，小時候居無定所，媽媽經常搬屋，每一次都好急，令到佢唔可以同朋友好好咁道別，直至小學4年級媽媽再婚之後，生活先比較穩定。小時候嘅中山性格外向健談，中意唱70年代成熟嘅流行歌。喺幼稚園時期，因為電視見到70年代嘅日本女團 Candice 而立志成為歌手，夢想就係上電視參與 TBS 當時王牌嘅音樂節目 The Best 10，類似於香港80年代嘅勁歌金曲，係當時日本最有指標性嘅音樂節目之一。小學嘅時候，中山參加過好多電影同埋劇團嘅試鏡，但就不獲取錄。反而一次偶然之下，喺1982年中一嘅時候，喺原宿以外被星探發掘入行，成為 Model Cup Boss Corporation 旗下嘅模特兒。第一份工作就係為雜誌 Hana to Yume 抽獎頁面擔任照片模特兒。除咗平面廣告模特兒之外，年紀輕輕嘅中山已經接拍過 TDK 明治製果廣告。隨住工作量有所增加，當時讀緊東京都立北原高等學校高一嘅中山決定藝能活動優先，放棄學業。呢個決定亦都好快得到回報。中山好快就接到令佢一舉成名嘅機會，喺1985年1月播出嘅 TBS 電視劇，每次都給你添麻煩了，飾演不良少女羅多嘉。呢一套以青春期探討性為主題嘅處境喜劇，有唔少大膽嘅對白、挑逗嘅場面，對於當時民風極為保守日本掀起唔少嘅話題。當時只有14歲嘅中山喺劇中有非常大膽嘅裸露演出，加上完美演繹出角色嘅小惡魔性格，令中山演技廣獲好評。但據講，中學時期嘅中山喺校內校外都係一位不良少女，戲中嘅角色只係本色演出。但姑勿論如何，呢一套劇的確令到中山由籍籍無名嘅 Nobody 嶄露頭角，被當時日本勢力最大嘅藝能事務所 Burning Production 旗下嘅 Big Apple 刮角。由蚊型班轉大會之後，公司立即打鐵趁熱，中山以偶像歌手身份正式出道。喺同年嘅6月推出單曲《C》，呢一首歌亦成為中山首次主演電視劇《夏體驗物語》嘅主題曲。當時競買17萬隻，令中山變成當紅炸子雞，一躍成為昭和年代人氣女新人歌手。大家要知道當時嘅年代背景，歌手專心唱歌，演員專心做戲，各司其職。中山就打破傳統固有嘅框框，年紀輕輕嘅佢就係夠膽踩過界，一腳踏兩船。偶像唔只識唱歌，仲識演戲。佢仲開創先河，之後由佢所演嘅日劇親自唱埋主題曲，即係女主角唔單止演技，亦會透過主題曲用歌聲去傳達角色嘅情感。所以由佢主演嘅日劇同電影，如果收視好或者賣座嘅話，主題曲亦都一樣大賣，開創女偶像嘅新定義，亦令到中山成為當時獨樹一格嘅偶像。同年，中山不但喺日本放送有2個常規電台節目 keep 住人氣，喺12月首次演出嘅電影《Bebop High School》上映，美女配搭不良學生2人組清水雲次郎、仲川亨嘅組合大獲好評，
令呢部漫改電影勁收14.5億日元。中山主唱嘅同名電影主題曲亦成為熱門流行歌，連續4星期打入 The Best 10 10大，成績好到咁，令中山正式出道唔夠半年，喺偶像群雄爭霸年代，站上日本音樂界頂點，成為日本唱片大獎有史以嚟最年輕嘅最佳女新人。好多新人出道1年都會遇到所謂嘅新人撞牆期，揾唔到方向，揾唔到突破點。但中山爆紅後嘅星路根本就係搭上一程白金升降機，直上頂尖地。歌影視三飯飯店幾乎每年都會有膾炙人口嘅代表作，係80年代中後期90年代日本歌壇影視圈跨界嘅頂尖女星。喺1986年開始，中山已經成為咗廣告商嘅寵兒。樂天、Suntory、日立 Hitachi、Shiseido 間日本大廠，廣告合約不斷，亦令中山人氣透過廣告開始滲透全日本。同一年，佢拍攝咗2部青春校園劇，野蠻辣妹形象入型入格，加上歌唱節目出鏡率、報刊見報率大增，令中山成為日本中高薪嘅偶像。喺樂壇方面，佢一共出咗5首單曲。有時人紅真係擋都擋唔住，連幫 Shiseido 唱春秋兩季廣告歌一樣打入 The Best 10 10大，每張20萬隻起跳。喺年尾單曲銷售榜僅次於中森明菜、Kawada Band、The Checkers 同少年隊，排名第5，成績可以話係非常之誇張。1987年，中山繼續爆發。17歲嘅佢主演富士電視台日劇《偶像媽咪》，收視大收旺場，收視率高達28.6%。劇中佢就飾演角色藝名中山美穗嘅爺爺川裕美，大家冇估錯，中山劇中就係飾演翻身為偶像嘅自己。由於劇中嘅角色同中山現實生活掛鈎，已經充滿咗新鮮感。劇情仲要講中山委身下家有3個拖油瓶，由三田村邦彥飾演嘅小學教師水澤秀一。唔單止要努力維持偶像形象，仲要湊仔做後藤久美子、永瀨正敏嘅阿媽，可以話係超和版嘅我推的孩子，徹底打破偶像光環嘅大膽作品。憑呢部劇嘅表現，亦都奠定咗中山收視女王嘅地位，獲封影像館女王外號。主題曲派手亦都大受歡迎，打入 Oricon 週間排行榜第2位。同年7月，富士電視台綜藝節目《周二 Y Special》耗資1.7億日元搞 SP， 邀請當時最得令嘅新生代藝人參與，包括中山美穗、田原俊彥、近藤真彥、中森明菜同小泉今日子等等紅星參與，亦都奠定咗中山喺新生代偶像一線一嘅地位。喺歌方面，有單曲派手，小室哲哉監製嘅 50/50， 葛松敏新監製嘅 Catch Me。當中 Catch Me 令中山喺 Oricon 單曲週榜首次登頂，獲得第1名。喺11月發行嘅專輯 Collection 喺 Oricon 榜專輯週榜又再登頂，兼競賣50萬隻，榮獲日本唱片大獎藝人年度單曲銷售銀獎。另外值得一提嘅係，大家記唔記得想當年香港呢，純和咪曾經係賣明星相嘅聖地嘅？其實當年日本呢，明星相嘅銷量亦都係一位明星嘅人氣指標。喺1987年，中山就喺日本賣相排行榜拎到第1位。當時中山紅到咩地步呢？老任任天堂都破天荒為佢度身訂做咗一款紅白機遊戲《中山美穗的心跳高校》。以當時遊戲技術而言，只能夠將中山卡通化，放喺遊戲入邊。遊戲嘅內容來來去去都係揀答案、答問題，冇遊戲性可言。過程當然都冇中山真人相、影片、錄音啦，得個遊戲封面可以俾你望下啫。但就因為遊戲入邊隱藏咗一個電話號碼，可以聽到中山嘅錄音，仲可以抽獎贏女神簽名錄影帶同埋電話卡，所以都係超級大賣，大賣成10萬隻。戀の行方はあなた次第。1988年係中山喺樂壇大豐收嘅一年，2月份由葛松敏新監製嘅專輯《Catch the Night》達成咗 Oricon 週榜3冠嘅成就，喺 LP、Cassette、CD 3個類別都攞到第1位。單曲《You Are My Only Shining Star》亦奪得週榜嘅單曲第1位，成功解鎖4冠嘅驚人成就。
同年舉行嘅巡迴演唱會 Catch Me Miho Nakayama 喺日本全國開咗足足63場，為個人生涯之最。7月份，中山主演日劇《年輕太太法力無邊》開播，再次火拍三田村邦彥飾演一對新婚夫婦嘅情景喜劇，但以中山標準反應就麻麻啦，收視最高只得20.8%。但首主題曲《人魚姬 Mermaid》呢就爆紅啦，首次攞到 The Best 10第一位嘅金曲，仲要連續12個星期上榜添，亦都成為 Oricon 單曲年度排名第9嘅熱門歌，成為中山係80年代成績最好嘅單曲。樂壇咁優秀成績，亦都令到中山如願首次登上日本紅白第39回 NHK 紅白歌合戰，之後連續7年以偶像身份現身紅白舞台，但可惜喺年度銷售榜今年都係登唔到頂，輸咗俾 Gon Kenji、Bowie、久保田利伸，排名第4。此外，當年日本音樂界其中一件大事就係小貓俱樂部解散，進入咗新時代。當時被譽為有力同中山並駕齊驅嘅偶像女演員有南野陽子、淺香唯，同埋喺小貓俱樂部分支女團玩法界隊捧紅嘅工藤靜香，合稱 idol 四天王，統治咗80年代尾嘅日本偶像界。講到工藤靜香，相信大家聽聞過佢同中山美穗係閨蜜嘅關係，因為工藤介入中山同田園俊彥嘅戀情而有情決裂。九叔翻查咗好多日本嘅舊新聞，始終揾唔到比較確實嘅報道，只能夠綜合報道講一個最合理嘅版本俾大家聽。中山美穗同工藤靜香因為喺1987年拍攝日劇《天生一對》而認識，又經常喺音樂綜藝節目同台。因為年紀相若，志趣相投而成為閨蜜。而中山美穗呢，就透過之前所講嘅綜藝節目《周二 Y Special》認識田園俊彥，亦都成為咗拖友。中山事無大小都會同工藤分享，當中唔少得感情事，包括同田園嘅地下情。喺1989年，日媒 Five Day 爆料中山同田園同居嘅新聞，雖然只不過係緋聞，但令兩個人嘅拖友關係升上台面。但工藤喺明知兩人拖有關係嘅情況下冇避嫌，每同田園同場上節目都會坐喺旁邊，令到中山非常之唔高興，逐漸唔信任工藤。而事件導火線發生喺1991年1月1日，三位主角同場參演富士電視台新春節目。喺節目中，田園同工藤被安排飾演戀人，田園緊緊拖住工藤出場，戲中仲有接吻戲添，令喺現場嘅中山大發雷霆，質問工藤點解要拖手。工藤就反駁啦，係田園要拖佢，佢都冇辦法，令到中山覺得被閨蜜男友雙雙背叛，從此同工藤絕交。至於田園俊彥亦都唔好過，除咗同工藤關係曖昧，令佢同中山關係出現裂痕之外，同時期兩位小情人同遊夏威夷被傳媒斷到正一正。當家女偶像嘅戀情徹底曝光，令到中山經理人公司非常之震怒。Big Apple 背後大佬係當時日本娛樂圈最有勢力嘅公司 Burning Production， 要求傑尼斯事務所流放田園俊彥。當時就係細公司嘅傑尼斯事務所根本不得不低頭。你唔有咪賴佢，唔好同我講嘢。當時嘅田園的確係有所動作，為自己單飛作打算，就係喺事件發生不足1個月之內，成立咗一間隸屬傑尼斯嘅個人事務所 Double T Project。喺1994年，田園約滿獨立之前，當時媒體竟然引用佢帶女出生時召開記者會完結後嘅私人對話大做文章。原句意思係：當你好似我做到咁大嘅明星，想一切事情秘密進行係冇可能嘅。而傳媒淨係用咗如果你做到我咁大嘅明星呢一句，去誤導讀者去聯想到如果我做到咁大明星就梗係獨立啦，令呢一位80年代 J 家最紅嘅藝人人氣跳崖式慘跌，俾大眾猛烈批評佢狂妄自大、反骨仔。當佢正式獨立後，更加係噩夢嘅開始，俾傑尼斯全面封殺不特止，合作嘅伙伴合約完結之後，通通都唔會續約。個人嘅事務所頂唔夠2年就執笠收場，
而且一封殺就俾人封殺足20年，直至近呢幾年傑尼斯一生嚟先有得翻身。直至2022年5月，中山喺日本綜藝節目上面提到，當年最好嘅偶像朋友就係工藤靜香，仲分享最長一次遊車河嘅回憶就係工藤車佢去橫濱港現有公園散步，似乎應不計前嫌。可惜兩位曾經嘅閨蜜未嚟得切修補關係，中山已經香消玉濬。潮流10年翻一番，踏入80年代尾，當時日本藝能界開始出現唔少嘅變化，例如偶像主義嘅戰場已經由木九播出嘅音樂節目 The Best 10轉移到月九純愛日劇，能唔能夠成為月九男女主角，足以反映當紅嘅程度。大家又估下演出過最多月九嘅日本藝人係邊個？3、2、1，冇錯，就係木村拓哉，一共有11套。而排名第2呢，就係中山美穗，一共7套。中山喺1989年成為富士電視台月九劇《戀上你的眼睛》主角，亦隨住時代潮流轉向純愛劇，開始由辣妹偶像角色轉向優雅、知性、清純美人形象。作為收視保證，自然成為月九嘅常客。音樂方面，根據調查，中山80年代單曲嘅總銷售額，淨係計算打入當年最佳單曲前50名，賣咗足足245.6萬張，排名女星第5位。如果將成績縮窄到淨係計算當年最佳單曲前50名最佳成績嘅10首歌銷量的話呢，淨係輸俾中森明菜同埋松田聖子，排名第3。時間嚟到90年代，當好多80年代出道嘅偶像放棄歌唱事業，轉向演員或者係綜藝偶像發展嘅時候，中山繼續歌唱事業發展。為咗平衡歌影視工作，中山開始減產影視作品，基本上每年只拍1套劇、1套電影。當時嘅香港亦播放越嚟越多嘅日劇，相信亦都係大家接觸中山美穗嘅年代。喺90年代中前期，中山發展依然有好多突破。喺1990年，中山就為富士電視台《純愛3部曲》打頭陣，主演《美好的單戀》。雖然聲勢口碑不及《東京愛情故事》同埋《101次求婚》，但呢一套劇就係純情美穗嘅起源。中山主唱嘅主題曲《不說我愛你》亦大賣36.1萬張。1991年，中山推出單曲《Rosa》，創下連續27星期 Oricon 上榜紀錄。主演富士月九劇《寂寞芳心》，呢一套 long 啲戀愛劇，拍檔大學二單，平均收視達到22%，叫好叫座。主題曲《從遙遠的街頭》大賣67.3萬張，亦打入 Oricon 周榜第3位。同年獲選當年最有指標性嘅電視節目雜誌 The Television 最佳女藝人，證明純情美穗形象非常之入屋。1992年，中山為富士電視台新增嘅水曜劇場開放，主演《我愛爸爸的情人》。拍檔的長浩斯以新時段嚟講，平均收視14.8%，已經係交到功課㗎啦。但同溫合唱嘅主題曲比世界上任何人唱到街知巷聞，非常之爆炸。日本人唔識唱啊，都識哼兩句。銷量破百，大賣183.3萬張，創下當時女歌手嘅銷售紀錄，獲得 Oricon 榜連續4週冠軍，連續28個星期上榜紀錄。唱到歌比劇紅咁多，當時真係冇幾多個人可以做到。呢一首歌相信呢，大家都冇可能冇聽過，因為都改編成咗廣東歌同埋國語歌。廣東歌有3個版本，包括許志安嘅《唯獨你是不可取替》，鄭秀文嘅《衝動點唱》，黎明詩嘅《敢恨敢愛》，仲有國語版高明駿同黃興平合唱嘅《今生注定》。1993年頭，中山自出道以嚟首次小別演藝圈，年初去咗洛杉磯叉電足足3個月，兼接受聲樂同舞蹈訓練，專注於音樂創作。
1994年1月，中山重返電視熒幕，主演 TBS 電視劇《如果能願望實現的話》。闊別熒幕1年，觀眾冇忘記到佢火拍濱田雅宮，收視叫好叫座。主題曲《只是想哭》銷量再次破百，達到104.8萬張。呢首歌嘅主題係關於單身女性為即將結婚嘅朋友獻上祝福，成為當時好多日本婚禮上會播嘅熱門歌。中山曾經講過，呢一首歌係佢做婚宴嘉賓時經常會唱嘅歌。憑呢一首歌，令佢成為80年代唯一擁有2首銷量破百萬金曲嘅女歌手。1995年，中山迎嚟演藝生涯中最重要嘅作品，主演被譽為日本純愛中經典中嘅經典電影，岩井俊二執導嘅《情書》。喺戲中，中山一人分飾兩角，分別飾演失去未婚夫藤井樹嘅渡邊博子，以及博子未婚夫同名同姓嘅同學藤井樹。中山以細膩嘅演技演活兩個角色，表現出兩個角色完全唔同嘅感情層次同心理變化。片尾，中山喺北海道小樽天狗山吶喊經典台詞，表達對情人嘅思念，成為日本電影其中一個經典中經典嘅畫面。情書當年幾乎橫掃所有頒獎禮獎項，中山個人亦收穫多個女主角獎，包括藍絲帶獎、報紙電影獎、橫濱電影節、高崎電影節，影后級嘅演技獲得肯定，亦獲封純愛女神愛好。電影亦都衝出日本，風靡全亞洲影迷，令到中山人氣衝上天花板，成為亞洲區知名女星。主要取景地北海道小樽亦喺情書加持之下，成為唔少影迷一生必去嘅朝聖地。中山本人亦都講過，情書令佢第一次覺得演戲充滿樂趣，而且能夠參與創作非常之開心。佢坦言過去曾經對演藝事業充滿憧憬，但拍嚟拍去都係偶像作品，能夠喺偶像嘅框框作出突破，令佢喺演藝上得到好大嘅信心。值得一提係電影中飾演男少年版藤井樹已經神隱多年嘅柏原崇，近日亦有喺社交平台發文悼念中山。佢透露當初挑戰情書試鏡，其實目的呢係想見中山一面。佢形容至今仍然記得第一次見到中山，俾中山耀眼光芒震撼到連嘢都講唔到。喺1996年，中山同唐澤壽明主演漫改日劇《美味關係》，平均收視21.8%，開懷不過不失啦。但相信大家可能會對2007年翻拍由周渝民、侯佩岑主演嘅台灣版印象深啲啦。喂，你們兩個去看客人鑰匙嗎？喺1997年，中山主演足足直人執導嘅電影，改編自日本攝影大師荒木經惟同名攝影手記《東京入禍》。故事講述攝影師島津義紀男着手出版一本名為《東京入禍》嘅攝影集，希望借此緬懷亡妻。一張張照片令佢憶起同已故亡妻過去嘅生活點滴、日常瑣碎事。中山再次憑住精湛自然嘅演技，獲得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女主角、高崎電影節女主角。最期待的畫面出現了！1998年，中山同木村拓哉合作主演富士月9電視劇《沉睡的森林》，平均收視25.2%，大結局收視更加衝破30%，達到30.8%。呢一套劇特別之處在於佢並非純愛劇，而係懸疑推理劇，當時掀起咗劇迷齊齊估真兇是誰嘅熱潮，就連中山媽媽都忍唔住多次問阿女：真兇到底係邊一個？中山喺劇中飾演失憶美人，獲得第19屆日劇學院賞嘅最佳女主角。1999年，中山專注於音樂創作，推出咗2首單曲之後就封咪啦，冇再出到單曲。嚟到千禧年，同金城武合作主演嘅富士月9劇《2000年之戀》，故事講述一段跨越各界嘅愛情故事。潛入日本嘅特務金城武戀上電腦程式員中山，雖然一對型仔靚女有唔少親密場面，卡士對於當時嘅中港台觀眾嚟講非常之吸引，但日本觀眾呢就唔多受落啦。
除咗開播首集收視突破20% 之外，收視按集下跌，但結局只係收14.2%，平均收視只係得16.1%。以粵九劇嘅收視標準嚟講呢，可以話係撲直啊！當年比較花生嘅一件事就係金城武曾經坦言同中山嘅合作令佢感到非常之心動。佢話如果喺現實生活見到佢，一定會愛上佢咁話。以為夥拍金城武都搞唔掂，係咪女神嘅魅力已經不在呢？你不得不佩服中山嘅叫座力。2001年，中山主演電視劇《Love Story》，平均收視率達到20% 以上，成為喺婚前影視生涯嘅完美句號，亦令佢成為唯一一位橫跨80、90、00年代主演電視劇平均收視超過20% 嘅女演員，係日本影視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驚人成就。喺2002年6月3日，中山同小說家兼音樂家石人成結婚，婚後移居法國巴黎，淡出演藝圈。同年10月，富士電視台開播中山黃金時期最後一部日劇《遙遠的家》，作為佢暫別演藝界最後一部作品。往後差不多足足7年時間，中山冇再參演任何嘅演藝作品，專心於相夫教子，只有零星參演一啲日本嘅廣告，以及喺2002年拍攝延期，主演一延就延期近7年嘅電影，由韓國導演李宰漢執導嘅《再見總有一天》。中山往後演藝路嘅故事就要數到離婚後復出，但我認為對呢一位一代偶像嘅回憶，留喺最好嘅時光已經足夠啦。